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鸡蛋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，可以说老少皆宜。经常吃鸡蛋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鸡蛋的做法呢有很多种，但是有3种吃法最好避开，吃了就相当于在吃毒药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第一种，吃半生不熟的鸡蛋。这里说的半生不熟的鸡蛋，就是大家常吃的糖心鸡蛋。没熟的鸡蛋中，沙门氏菌是没有被杀掉的，如果吃了，很容易使人出现发热、全身疼痛的情况。第二种，鸡蛋和糖一起煮。很多人煮鸡蛋的时候喜欢加一点糖，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，因为糖和鸡蛋一起煮会产生糖基赖氨酸，这种物质有凝血的作用，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。第三种，吃茶叶蛋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早餐时吃一颗茶叶蛋，但是要知道，茶叶中含有多酚类物质，会与鸡蛋中的蛋白质和生物碱反应，产生沉淀，也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所以大家在吃鸡蛋的时候，最好多注意这3种吃法。只有正确的吃鸡蛋，对身体才有益。看着自己的腰围越来越大，肚子上的赘肉越来越多，是不是很烦恼呢？如果你不想去健身房天天跑步机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呢非常的简单，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抱住头部，将头部抬起来，然后再抬起双腿，让双腿轮流的做蹬自行车的动作，这样一弯一直的反复做，20次，回到原位再做，这样每天睡前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充分的锻炼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作用。坚持练习，肚子的赘肉呢也会远离你。那这个动作躺着就能做，非常适合懒人瘦肚子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的烦恼，不妨坚持练一练吧，相信坚持就会看到效果。炖肉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在炖肉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。如果泡沫太多，通常情况下都会将它撇掉。那出现的泡沫到底是肉的精华还是脏东西呢？需不需要撇掉呢？如果在炖肉的时候出现泡沫，刚开始是白色的，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发黑，那么这样的泡沫就可能是肉中的一些脏东西，最好将它们撇出来。但如果炖肉时出现的白色泡沫没有变黑，那么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这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营养，建议大家不要将它撇掉，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在炖肉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飘出来的泡沫里面有杂质，那么就将它们撇掉，等到后来再出现白色浮沫，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不要再撇掉了。不知道你在炖肉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？由于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再加上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肾脏出现问题，这也是男性都担心的。那该如何养肾呢？中医认为，肾开窍于耳，耳朵是养肾的开关。如果经常对耳朵进行按摩，对养护肾脏有很大帮助。伸出我们的双手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屏，然后用食指和拇指由内向外的提拉耳屏和耳垂，注意力度由轻到重，只要不感觉到疼痛就行，这样提拉3到5分钟就可以。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垂，先搓摩耳垂直到发红发热为止，然后再捏住耳垂往下拉，拉到一定程度松开手，让耳垂自然的弹回，这样反复做20次。用上面2个方法按摩耳朵，可以促进耳朵血液循环，有健肾壮腰、补充肾气的作用。只要持之以恒的按摩，对肾脏健康大有裨益。耳鸣，耳朵里总是有嗡嗡的响声，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对击退耳鸣有帮助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下。动作1，先将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用掌心捂住耳朵，让手掌和耳朵完全的封闭，按压之后再迅速的离开，这样反复做30到5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耳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耳鸣有很好的作用。动作2也是用2手手掌按住耳朵，然后将拇指放在脑后，其余4个手指轮流的敲打后脑勺，这样做2到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刺激末梢神经，对缓解耳鸣也有很好的作用。那这2个小动作简单方便，老年人呢可以每天这样按摩，对保护耳朵有帮助。
耳鸣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，那耳朵总是嗡嗡响，响起来呢让人很是心烦，而且呢对听力也有一定的影响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缓解耳鸣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我们耳朵前面呢有3个穴位，分别是听宫、听会、耳门。那我们在按摩的时候不用特意的找准穴位，只要把我们的嘴张开，然后耳朵前面会有一个凹陷处，用手指指腹呢轻轻的揉搓这里就行，左右都要按摩，每次按摩5分钟。那按摩这里有聪耳开窍的作用，能帮助缓解耳鸣。那平时多按一按，还能够帮助预防耳鸣的发生。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对寿命是有很大影响的，尤其呢是饭后。饭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若能够做对这3件事，长寿或许不请自来。饭后走一走，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吃完饭半小时后出去散散步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消化功能，对肠胃健康有利。而且饭后散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降血糖的效果，对延长寿命有帮助。饭后漱口，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，可以帮助预防口腔疾病，减少口腔异味，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，让你吃嘛嘛香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饭后按摩腹部，吃完饭后可以用双手顺时针的按摩腹部，按摩腹部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保养肠胃有帮助，能够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，有利于人长寿。水果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水果营养丰富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但是有的人会有疑问，水果在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呢？对于很多减肥的人来说，喜欢呢在饭前空腹吃水果，而且吃完水果就不用再吃饭了，这样对肠胃健康是很不利的，而且也不是什么水果都能空腹吃，比如柠檬、柿子、橘子等。如果空腹吃这些水果，很容易刺激胃黏膜，使人出现泛酸、胃痛的情况。除了酸性水果不能吃，含糖分高的水果也不宜吃，不然这些糖分吃进身体里，很快就会转化为葡萄糖，很容易使人发胖。既然饭前吃水果不好，那我就饭后吃吧。饭后立马吃水果也会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还容易使人出现胃胀气、便秘等情况，也会加重胃的消化负担，所以大家也不要饭后吃水果。那正确的吃水果时间应该是在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，而且最好在上午吃会更好一些。我们天天都要呼吸，那么肺对我们就很重要了。但是由于空气污染，再加上很多人吸烟，所以呢很多人肺都不太好。那肺不好大多有3种表现：第一，咳嗽比较严重；第二，肺活量下降；第三，呼吸出现异常。那肺不好该怎么保养呢？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常吃2种食物。莲藕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何莲一身宝，秋藕最不仁。莲藕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那肺不好的人多吃一些莲藕，有滋阴润肺的效果。鱼腥草，鱼腥草又叫折耳根，也是养肺的好食物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肺热、排毒，有利于养肺润肺。得了，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